这两天，吉祥航空上海航班不舍得开空调，险些导致乘客中暑的新闻比较热闹。吉祥航空很快做出了回应，道歉说涉事的 HO1851受到雷雨影响延误，客舱温度很高，造成了不好的体验。他在回应中提到，该飞机一侧空调制冷能力较弱，等于否认了不开空调。但是为何开了空调，客舱温度还会高到乘客发晕的地步呢？其实多数飞机的空调都是很给力的，经常出国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有些外行喜欢把客舱搞得冷到不行，得花钱租毛毯才能不挨冻。还有一些外行登机时一走进客舱就起鸡皮疙瘩，客舱里冷到空气湿气凝结，没有起飞就已经腾云驾雾，很是奇特。但是这有一个条件，通常情况下要在发动机启动之后，客舱空调才会神威无敌。现代化客机的空调到底是如何设计的？为何国内经常会有热到发晕的新闻呢？无论波音、空客还是巴航工业和庞巴迪，现代化客机通常是从发动机引气用于空调。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空气系统，因为不仅是温度调节，还要负责增压和过滤。飞机在启动发动机之后，使用高压气体作为动力，混合出温度合适的空气，压缩到客舱里供乘客呼吸。因为客舱空气是从发动机得来的，发动机打火的时候，一部分气体残留在管道内，会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客舱，因此多数飞机在起飞前都能闻到汽油味。其实这也不是汽油，而是航空煤油。但客舱空气在高压下循环很快，半分钟左右它就会被过滤掉。飞机在高空巡航时，外部的空气温度极低，但发动机温度很高，容易混合出温度合适的气体。炎热夏季在地面上的时候，压缩气体会驱动热交换装置，产生低温气体，所以也有人把这种空调叫做气空调。这与许多公司生产的大型燃气空调道理是一样的。但飞机上课前，发动机通常都是关闭的，这个时候空调怎么办呢？一般的做法是使用 APU， 也就是飞机尾部的那个辅助发动机。APU 不仅提供空调动力，也提供启动发动机的动力，以及照明用电等等。但有些机型的 APU 功率有限，这也就是空姐经常安慰等飞起来就凉快了的原因。APU 很昂贵，有寿命，它的排放量还很大，也比较费油，现在被认为不够环保。基于这个原因，许多机场在廊桥或者机坪上安装了空调，使用粗大的黄色管道与飞机相连，称为供气。如果乘机时仔细观察，经常能够看到。但实话实说，这种空调的效果也不够好，与 APU 空调差不多。虽然效果不够好， APU 空调与地面空调都能凑合着将客舱控制在人体承受的范围内，热到中暑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。那吉祥航空 HO1851为什么会离谱到这种地步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这是一架波音787。波音787飞机的空调拉胯在业界是有名的，比如今年5月17日，国航的 CA13拐洞从三亚飞北京，客舱曾经热到30多度，也是一架787。究其原因，这源自波音公司的一项创新——电空调。波音787采用了很多新技术，电空调就是其中之一。电空调的原理当然就是不再从发动机引气，而是在机身上开2个口子，使用电动机压缩，直接抽空气制冷，似乎有点类似于家用空调。波音公司声称，由于不分流发动机的能量，这样做更加省油环保。它在电空调里加入了臭氧过滤系统，说让乘客更健康。当然还有，这么做乘客就再也不会在起飞前闻到讨厌的汽油味了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据专业人士说，波音787的电空调的设计逻辑是当客舱过冷时才会启动两侧的所有4个压缩机来加热，而在客舱制冷时，它通常只启动两侧各1个压缩机。再回到吉祥的道歉信，他说一侧的制冷能力较弱，而且他还提到了由于天气不佳导致延误，
期间有32分钟无法回到廊桥接驳地面空调，所以在炎热的上海虹桥机场，客舱温度不断上升，以至于乘客险些中暑，这就不难想象了。因此说这件事的根本真还是与波音公司有关系。但波音787在全球已经交付了1000多架，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是受害者呢？当然也不是。咱们频道多年来关注民航新闻，国外偶尔也有类似的抱怨，只不过国外的延误相对较少，飞机后推时就允许启动发动机，矛盾不那么突出罢了。中国民航今年3个月时间里出现了2起波音787的乘客险些中暑的事件，估计与全球变暖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当然，如果飞机推出后就能去起飞，也就不会有这些事儿。波音787虽然不从外部引气制冷，但起飞后风大，客舱温度也能降下来，那时候还想中暑就没有可能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